时间预留空间，这烟火滚烫人间，生生不灭，深情最难。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。挥之不去，白马少年，这青葱郁郁从前。苍茫时刻，人心最难，有人出列，有人出现。肩并肩向前走，正义使然，静等时间给出的答案。坚持勇敢，哪怕再难，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现在开会，请周局宣布院里的决定。没有那么正式啊。你们楚庭长啊，经常跟我诉苦，说你们工作压力大，人手不够，案件的直接率低。援兵来了啊！麒麟法官，刑庭结案率最高的法官，大家表示欢迎吧！啊！麒麟啊，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岗啊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各位前辈好。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，在院里这么多优秀的法官当中选择了我，我感到无上光荣。我到你们知青二庭来呢，主要是来学习的，请大家多多担待。在未来的日子里呢，不管是打扫卫生还是端茶倒水，我都会配合好大家的工作。如果，我说的是如果啊，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还请大家忍耐一下。6个月嘛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啊，言简意赅啊，说话风趣，挺幽默的。委员，代表二庭表个态。感谢院里对我们执行二庭的厚爱，终于给我们派来了人手。不过呢，我这儿条件比不了刑庭，都是在一线面对各种被执行人，各种脏活、累活。不过，就算再苦、再难，也请齐法官忍耐一下。6个月嘛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你也完了。完了。你是庭长，说话注意点影响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齐法官的到来。
失望了。这什么态度啊？就是大格局嘛，太小。我命令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允许你用个人情绪对待祁连。你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啊？就做到情绪。说好了。哎，就放下。叶轩，你好。你好，法官助理叶轩。以后多多关照。杨安阳，法官助理严汉阳。合作愉快。愉快。你是田佳？情报刚好，书记本添加。你好。欧阳露露。法官助理，叫我露露就行。幸会。幸会。齐法官好，我是张天翼，书记员。哦，您这边请。楚厅长交代过了，这是你的工位。好。哎，我自己来。没事没事，我帮你。谢谢。我自己来，先忙你的啊。谢谢啊。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我妈呢？你妈睡了。小云啊，情绪不高嘛？是不是又遇见什么烦心事了？我们法院人岗制，从刑庭调来个员额法官，这不是挺好吗？你不是一直说缺兵少将的？可他是个刺儿头，工作起来我行我素的，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节奏。你可不能乱给别人扣帽子。既然他是员额法官，不说是万里挑一吧，肯定非常优秀，组织上也肯定了解他，办事灵活，只要不违反程序，就没问题。反正我就是看不惯他，我还没法给他退回去呢。这以后我说东，他说西，工作怎么做？新同事，每个人做事风格都不一样，你们需要磨合。偷他的天王啊！你杵那杵半天了，67分钟了，就没停，连口水都没喝。很明显啊，这是大人犯错宠孩子去了。你说这是不是故意的？我犯错了是吧？你没犯，你没犯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当人家法院领导的心眼都跟你一样小啊？我看不大。你说这楚厅长那个脸都拉到这儿了。你去哪个部门都不能到他那个部门去，玉啊！我跟你说，你是他亲姑，这事儿你得管。你不行就找他那个局长，局长不行找院长，院长上边是什么？中央，中央更好。哎呦，你脑子有病啊你！这是法院的工作，哪儿需要就得去哪儿啊！咱们作为法官的家属得有点觉悟吧，咱得支持孩子。不是不支持，我只是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你到时候那个楚厅长这么大脚，给他小人一传，孩子受罪。
不就半年吗？半年轮岗之后，你管他大鞋小鞋的，他也得放咱麒麟回刑庭。你得找啊！麒麟，喝口水吧。早。你不是比我更早吗？我习惯了。你在刑庭也是这样吗？哦，我得解释一下啊，我是有早起锻炼的习惯，所以每天到法院的时间呢比其他人早一点。反正我是闲着没事儿，我看这地，我干脆就拖一下，没别的意思啊。麒麟，你在刑庭什么习惯我管不着，但在我们这儿这毛病你得改。我们有规定，打扫卫生轮流值。嗯，行。先生，您找哪位？找你们老板。您稍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知道你在哪儿。哎，先生。崔律师，我这儿有个急事儿，您得帮我优先办。我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10%的股份转让协议，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程序，请您马上帮我申请终止，解除这个协议。你每一次来都这么急，我也正想找你呢。你的案子天成不打算太累了。你也见死不救是吗？你们都把我当落水狗了是吗？现在周小兵有还钱呢，我拿什么还？您可是我的代表律师，你总得有点职业道德吧？你起码得把我屁股擦干净吧？可以，先把我的律师费结清一下。咱说话别这么绝情行吗？是，我的厂子是快破产了，但是地还在啊。之前买这块地的时候可是您推荐的。行啊，我也没有追究你的责任，您就当救救我，帮我把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。我知道您人脉广，只要把厂子给卖了，多少能让我赚个30%，哪怕20%也行。我给你3个点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李仁虽然承诺还款，但是还在耍花样。到目前为止，第一期还款还没有支付。张楠去讨债，被对方马场工人控制起来，性质非常恶劣，所以院领导决定坚决对李仁案进行再次执行。今天开会呢，是想提醒大家，院里非常重视执行局的工作，不仅采取了轮岗制，还要对我们重点执行案件进行远程监控。今天李仁案的执行，院领导就会参加。当然了，我的意思不是说院领导参加，大家就很紧张，搞得技术动作变形。我们平常怎么工作，今天就怎么工作。
按规定执行就行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行动。我想请个假，我今天肚子实在是不舒服，今天执行真去不了了，对不起。我请求替他参加行动。我那一拳打得怎么样啊？这叫一拳把你打进执行局。尊师重道，有你这么跟师傅开玩笑的吗？下班之后准备好你的左脸，等着我揍你。等你啊！老岳，这事儿情况好。这个案件呢，几年前就已经判了，被执行人李仁长期失联，几次执行都没能使判决最终得到落实。前不久啊，我们拘传了他一次，他也答应还款了，可是至今未按照约定时间进行兑现。今天呢，是执行二庭对他名下的马场进行执行，又是一个狡猾的老赖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警察过来了啊！里面这个叫刘华，你知道吗？下面老师，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局长救我！指挥中心，执行二庭现在对李仁案进行强制执行。你们可算是来了，我在这儿等你们好久了。把他放了。放开！放开！哎呦，可不能放啊，楚庭长！我知道你们今天来执行，我就踏踏实实在这等你们。我没想到他先来了，一过来就打砸抢，你都不知道他刚才什么样。我们要不是人多，都按不住他呀！你胡说八道！李仁，我再说一遍，放开他！真不能放啊，楚庭长，他是暴徒。要不然这样，我帮你们把他押到你们车上去，你们把他带走，别让他在这儿。仁哥。我求求你了，我错了。好，我刚才有点冲动，你就把钱还给我啊！你不然这样，你哪怕少还一点也行。我媳妇儿孩子现在没地方住了，我也欠别人钱，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哈。唐月，如果这次他们要把这块硬骨头给砍下来，我有个请求啊。这个季度执行二庭的投诉问题，您帮着挡一挡吧。年轻人投诉一多呀，这心气都下来了，总是觉得没有面子，这低人一等啊。他们的面子还是你的面子？我的面子又不重要。您不是经常跟我说吗？要多关心年轻人的成长。1个月。暴徒啊！赶紧给他带走，不要让他在这儿了。这么能装的你啊！我来这干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就是来找马来了，啊！你有钱买马，你没钱还账是吧？楚庭长，你听我说，我查出来了，刚刚买了4匹小马，哎，哪一匹都是10万20万以上的，这马肯定在马场里头啊！张楠，你疯了吧？楚庭长，我这马场可是好几年1匹马都没有了，你不信进去看看呢？你不能听他造谣。李仁，你胡说八道！你看看，我最后一遍告诉你，放开他！李总，李总，可大的事儿啊，不至于，先把人放了。你没钱，我们也没法执行啊。再说了，我们这么多人，
还看不出他吗？哎，不用，李总，没多大事儿，先把人放了啊。不是，你没小子怎么还生手了呢？看来执行规范还得学，反复学。麒麟刚到执行2厅还不适应，以后我们慢慢教，好好教。少军，哎，来帮李总把那谁谁谁给控制起来。是，不用罚。哎呀，李总，罚金你也信不过吗？不好，你们赶紧给他弄走，别让他在这儿了。松手，嘟囔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所以让你听我说，我真不是像他说的过来打砸抢来的，我就是来找马来的。你看，这是我朋友帮我找的买卖合同，这是买卖合同，这是真的。还有通关文书的复印件，他这就叫隐匿财产。你们赶快去搜，赶快去查。队长，证据都有了，还等什么呢？进去看看呀。上后面带着去。你看，避免正面冲突，从外围突破，缩小控制范围。叶轩，给现场所有的人拍照存底。好。欧阳露露，立刻申请警力。是。妨碍执行、阻挠取证的，一律拘留15天。厅长，法院离这40分钟，警力来得及吗？留队，我是执行2庭的麒麟，我们现在在西七路的鲲鹏马术俱乐部，对面呢有20多人，我们怀疑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集体阻扰强制行为，也不排除是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可能性。我们请求立即增派警力支援。10分钟之内人就到了。法官，我们可不是黑社会啊，我们就是来里边割草的。是啊，法官，我们都是李总叫来帮忙的。你说啥呢？我现在可以走。对呀，我们都是黑社会帮忙的呀。法院强执，请无关人员尽快撤离，妨碍公务全部拘留15天。啊！这赶快走！我不能这样，这样不给这人钱还不行吗？走，赶快走！不要我白给你们钱了。就你那100块钱，还要被拘留？不要走啊！不是还有50呢？李然，把门打开。执行局要进行现场搜查。这是搜查令，开门。搜呗，随便搜。来，把门打开。你们也不让我上车，把你们带过来多好。我这就一个棚子，其他都拆了。打开。这都空了。
啥也没有啊，这哪有马呀？不是，那边也是空的，那边啥也没有。李仁，开门。那里边也是空的。这不是吗？哪有马呀？这儿。看我跟你说的，这都成鸡窝了，你看，啥也没有啊。李仁，你买马的证据都在，你这样耗下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是买了2匹马，想倒手挣点钱，是想还债嘛。结果之前咱们这韩朝加上台风，把马这水土不服给折腾死了，我这尸体都给处理了。处理了？怎么处理的？在哪儿处理的？埋了？烧了？还是把马肉拿去卖了？我还真给卖了，那我也不能血本无归啊。你说这马是什么时候死的？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你别上那儿去，这地方我都不敢去。你看这草料堆的砸着你。马什么时候死的？上个礼拜刮台风。这不对啊，这草料的标签上写的很清楚，是今天送到的。哦，这真是，这孩子死了来奶了。这不是刮台风吗？这送来晚了，今天刚送到，这我想退都来不及呢。不要转移话题，我问你，为什么草料是今天的？不是物流公司什么时候送到，我哪知道？你问我这个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可不行，今天你必须解释清楚。不是你是今天给我找茬了？不是你要干啥呀？你是不是给我找茬呢？不，我今天我就不信了。不是你想怎么的？我哎呀！打我干啥？没打你啊，是你一直在拽我。你没打我怎么捣蛋？那怎么着？人丈夫人都欺负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欺负老实人？你把我往死里逼！躲开！哎，李仁，躲开！快！跑开！打我！躲我叫你们！我的妈！欺负人！都你妈听到没？给我放下！小左，通知法警马上增援，控制住现场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边别了啊！你们逼我的，给我放开！放松点，去！放下！这干我！放下！听见没？松开我！我怎么打死你！小心！让着！动！不动！对，不动！啊，不动！哎呦，老实点！靠着！带走！至于吗？呼叫指挥中心，这里是强制现场，风险已经解除，安全撤离。走。按你说的，3个月，投诉不纳入考核。700万，一补一补，尝一下这个，这个特别好吃。不至于，没那么夸张。尝一下，这个超级好吃。 700万坐。你可以啊！你刚刚那个唰的一下，反应真够快的。你是不是练过啊700万，这胳膊我看你胳膊没事儿。啊！别乱动啊！我随时有可能讹上你啊！别乱动。700万，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医院拍个片。开玩笑的，这点小伤算什么呀？明天就好了，你看没事儿。 700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告诉你，别的我做不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以后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，我请客。启林，你进来一下。
你刚才说的话我可当真了啊！请我吃饭啊！什么事？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？我怎么了？虽然今天的暴力抗法事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，但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我们执法人员必须避免与被执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。如果对方是老人、妇女、儿童，有些事情我们说不清楚。无论是我们的人受伤，或者是被执行人受伤，都是严重的事故。鉴于你今天的表现，我要求你备受他。在你备受他之前，我不允许你再出外勤。我还要强调一下，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，否则我不介意你一直背下去，直到你任岗结束。明白了。等等，你的胳膊怎么样？没事。今天的事情，谢谢你。我只是本能反应。彩阳回来了，法爷好。我爸在吗？刚刚会完课，在里面。叔叔，子枫，这子枫一回来就非说要来你的律所看一看，说明他事业心强了。彩媛，你去休息区给我们俩弄点水果，我跟子枫说两句话。又要把我支开，又要背着我聊工作，早知道我在国外不回来了。哎，都有知名的律所给子枫发了 offer， 不知道发什么疯，非要回来投奔你，说明他有眼光。好了好了啊，别去。来坐。好。子枫啊，你那冬年采阳回国做得好。他一个人在国外，离家那么远，尤其是他妈妈一直不放心，谢谢吧。叔叔，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要不是当初您为我争取的交换生的名额，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。子枫，你的履历啊，在青港律师界数一数二，好好干。我准备明天就上班。哎，不急，你要明天上班，彩媛就要找我麻烦了。设立仲裁机构的裁决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。戚法官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。有管辖权的，什么？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记住，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。你放心，标点符号我都不会差，你等着。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，受执行的人民法院。哎喂，姑妈。哎，麒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姑父今天啊做的烧鹅可香了。你啥时候下班啊？烧鹅啊，我是真的挺想吃的，但是今天我回不去，我得加班。加班？加什么班啊？就背规范。哎呀，背什么规？谁让你背规范呀？就是之前来我们家执行那女的，她非得让我背规范。行了行了，别背了，回来吃烧鹅。哎，玉啊，那个餐巾纸放哪儿来着？哎呀，这不就在这个楼梯上面壁橱里面吗？哎呀，你自己放的，有个什么东西你就藏的。你找着没有啊？看看。哎呀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。忘了吧？真是的。行了，你回来吃烧鹅啊！你要背规范，给姑妈背啊。哎，姑妈，你刚才说什么壁橱？
就是咱家楼梯上面那个壁橱，你姑父啊得什么都往里面塞，他自己藏完了自己都找不着。啊，那什么，你跟姑父先吃啊，别等我，我再备几页，备完我就回来了。行行行。壁橱。玉啊，啊，要盘子啊？不用，有，那个放这儿。能给你提个意见吗？能啊。我一做好吃的，你就把麒麟叫来，你也把他儿子叫来。我倒是想叫他呢，我找得着他吗？给打个电话呀！你看麒麟一回来晚了吧，你就给麒麟打电话，你给咱儿子打个电话。我给麒麟打电话，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他接。我给你儿子打电话，我打100个他未必能接1个。你看，这心眼就有点偏了。张大成，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？那个时候你失业，我下岗，人家麒麟是卖了我哥哥嫂子的房子给咱盘的这个店呀，我偏心眼啊？你好意思吗？我都记着呢，都记着呢。玉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是说，你给麒麟打10个电话，你给咱儿子打1个，啊？好，我现在就打。不用，我现在就打。你看，那你听听啊，我开免提。不用。接了吗？你打这点儿，没准正上厕所呢。你闻见了？是。秦法官还不走啊？你先走。秦法官，我多句嘴啊，您刚来，别那么拼，执行2庭可有加不完的班。你这干什么？2号马棚。我总觉得它面积有点问题，我算一算。你让我试试。过来。这是今天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是吧？啊，对。那前2天咱们不是寒潮下台风，可能这马到这。您准确身高是多少？什么？身高？181。那您的步幅应该大概是86或者87公分。得90。我腿长步子大。这就算出来了。2号马棚的内部面积是355个平方。你怎么算的？一句话也解释不清楚。
我是用锚点坐标标定法算出来的。准确吗？差不多。这不对啊！我在卫星地图上看到2号马棚外部面积是452平，你这算出来的内部面积呢是355平，差了20%呢。正常来说呢，马棚这样的建筑使用率应该是在90%以上，也就是说，它的内部面积应该是在405平，405减去355，还有50平去哪儿了？那得问您自己啊。哦，谢了，杨洋。不客气，以后有这种技术活，找我 ，no problem。说这里面有鬼，一出。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我赶时间。哎，齐法官。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啊。不用，不顺路，你先回吧。我去鲲鹏马术俱乐部。你去哪儿啊？开车。迷茫着踉跄着孤独的徘徊的无语着，伦理的道德的消失的寂寞的蔓延着，久违的失语的热闹的不安的憧憬着，落水的抢救的强烈的无力的躲避着，逃跑的安静着，吵闹着，混沌着，崩溃着，阴暗的黑暗的破坏着，都无力面对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坚毅的守护的人啊，分离的、无畏的、坚韧的，摆着不闹，照亮你和我。邪恶的、虚伪的、卑鄙的、懦弱的，复杂着，伦理的、道德的消失了，寂寞的蔓延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破坏着，都无法抵挡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高尚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前行着，摆着不挠，照亮你